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株蝴蝶兰呢，是一株潮式兰花。我有兰友跟我说它叫做台湾孔雀，但是因为来的时候没有名牌，然后透过网络上的一些搜寻呢，也不确定是不是台湾孔雀，所以我在它名字的后面有标上一个问号。潮式兰花其实就是这样，它价格便宜，但是有时候没有名牌的情况之下呢，就比较难去真正得知它的父母亲本，因为有时候知道父母亲本啊，你会比较知道说这株兰花的特性或是喜好。当然如果你对这方面没有说很一定要知道父母亲本的话，其实就是好好照顾，把它养到能够开花，会开花的兰花就是一款好花的原则，就没有关系。这株兰花在这个影片里面你会看到2个开花周期的照片记录。那现在看到的是它上一个开花周期，它每一次来花的朵数呢，其实大概就是3朵4朵这样子。我当初从超市买回来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子，它不是一款一次可以开到7、8朵、9朵、10朵这样的兰花品种。我当初会买它，除了说它颜色讨喜之外呢，其实我也在赌说，这款兰花是不是会有香味？好，但是它是没有味道的。但是它的这个颜色啊，让我就想到很多那种会有斑点或色块的这种兰花原生种所以我也一直在有机会呢，就是询问一些兰友，看看他们呢对这株兰花是不是有更深的认识。我这一株兰花买完之后的1、2年还有看到有在卖，但是这几年也是基本上没有再看过这株兰花的出现所以可能也是一阵子的。养护上面，这株兰花蛮好养的，1/4杯的水量，然后一样25%浓度的肥料每周给。那冬天有时候温度比较低，我可能会把时间拉长到14天，从7天拉到14天，也就是每2周才给一次水，而且水量减半。否则的话呢，春夏秋3季基本上都是1/4杯的水量，每7天给一次。这株兰花养到这个周期结束，等一下还有另外一个周期，但是这个周期呢，其实它的花整株的健康其实都没有问题，只是它的那个花的位置，植株的位置其实已经开始慢慢的偏高了。因为兰花你种越久，它新的叶子往上长，旧的叶子会从下面脱落嘛，但是它花茎的部分呢，就会把这整株兰花，因为它花茎会慢慢变长变高，然后旧的叶子掉完之后呢，它整个花的位置会慢慢的被垫高。那这株兰花呢，就会你等一下就会看到，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呢，就是说可能过几个周期，可能2年左右，即便是用无机介质，像我这样子，就是它无机介质不会随着时间越久，它开始会腐败你就要进行更换嘛。所以除非根系出问题，我是不用对它进行出盆换盆的动作。但是呢，虽然是无机介质，但是兰花的位置呢会越长越高有时候你可能还是要对它进行出盆，然后来做一下位置上的调整。而且如果你有经验有把握，甚至你知道它上面这一圈这些新的根系呢够多够长的情况之下呢，你看到这边介质上面的这个花茎都已经有一部分了，其实就在介质上面可能半公分的地方一刀剪刀把它剪下去。所以介质里面的那些老根系我们就不要了，就靠外面上面的这些根系一圈重新开始种植这个都是可以做的
我接下来呢会有一些兰花影片，也是介绍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方式基本上就是把兰花重新做一个断头回春的这个动作，就是再把它花茎老的部分剪掉，然后因为上半部分呢有足够的根系，所以就用新的根系来重新种植。因为花茎越长越长啊，其实越老的部分它木质化之后呢，其实它的补给水分、吸收养分的功效也减弱，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你把它从中间剪掉，或者像我说的这株兰花，其实很适合在戒指以上可能半公分的地方，直接一刀就咔嚓剪下去，它上面的根系都足够让这株兰花能够继续的生长开根。好，那这边呢就是它的另外一个周期。那这个周期呢，3朵花，我刚刚说了，这个就是它开花的一个相当一致的平均数，3朵。它的花整个开出来，它是很有厚度的。如果你用手去捏的话，它是蛮厚的一款花。然后它的花因为厚，所以它其实蛮挺拔的。它不像有些花就是非常的薄，然后柔弱的感觉。那它的这个花期也相当的长。其实我从最早到最后面，它一个花期可能可以开到2个多月。那它花一直到最后面才会开始褪色，然后褪到几乎变成灰灰的时候，就是那个红色已经变到几乎是淡橘色了，它整个花才会开始枯萎，然后才掉，否则它会一直平整的坚持到几乎最后一刻。所以这款花在开花的时候，我也很喜欢把它挪到餐桌上，或者是一些琉璃台上面当做装饰，因为一方面颜色很亮丽之外呢，它花期够久，所以摆在那边可以摆好长一段时间。好，那这边也是一样，它杯子里面的根系相当的 OK， 但是呢植株越长越高，然后又有2个蛮长的气根，所以是蛮适合对它进行出盆，然后把花茎剪短，把旧根系淘汰掉。好，那这边这个是它当时的一个情况，这边还是介质半水耕因为它的排水孔是在2侧。但是下一次呢，如果对它进行换盆，我会把它种成是杯底有洞的传统种植方式，那一样使用无机介质来做搭配。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